有一個樵夫是村裡有名的善人，他雖然生活拮據，卻從來都是笑臉迎人。看到有人需要幫助，會毫不吝嗇地伸出援手；看到有人受到欺負，也會疾言厲色地出面制止，但從不口出惡言。他就住在河邊，河的對岸是一片廣闊的森林。他每天都會渡河去砍樹。一天在砍柴的時候，一個用力過猛，鐵斧頭脫手朝河水飛去，撲通一聲沉入河裡。他先是愣了一會兒，然後跳下河，想要尋找那把斧頭。在試了幾次之後，他坐在岸邊傷心地哭了起來。這時，一道模糊的身影在河面上逐漸凝實。他對着樵夫說：“我是赫密士，年輕人，你為什麼哭？”樵夫見到對方自稱赫密士，又能飄在河面之上，絲毫沒有懷疑，立刻跪下來說：“赫密士大人，我的斧頭掉到河裡，我只有這一把斧頭，它對我來說非常重要。”赫密士點點頭，使用法力捲起河水，一把金色斧頭落在他手上。他問樵夫：“這把金斧頭是你的嗎？”樵夫搖了搖頭說：“這不是我的斧頭。”赫密士再次用法力捲起河水，這次一把銀白色斧頭落在他手上。他問樵夫：“這把銀斧頭是你的嗎？”樵夫再次搖了搖頭說：“雖然顏色很接近，但這並不是我的斧頭。”赫密士又用法力捲起河水，這次一把灰黑色斧頭落在他手上。他問樵夫：“這把鐵斧頭是你的嗎？”樵夫大喜過望，立刻說：“是的，這正是我父親留給我的斧頭。”赫密士微笑道：“你是個真誠的人，這兩把斧頭也一併送給你吧。”樵夫開心地連連道謝，帶着3把斧頭回家了。隔天，樵夫帶着銀斧頭來到市集上，打算將銀斧頭賣掉。他沿着街道走着，突然，一名商人走上前來，對他說：“年輕人，你打算找些什麼嗎？”樵夫從包袱裡取出那把銀斧頭，對商人說：“我想賣掉這把斧頭。”商人拿起銀斧頭左右端詳，面色凝重地對樵夫說：“年輕人，這把斧頭是用純銀打造，你只是一名樵夫，怎麼會有這麼貴重的物品？”樵夫便將斧頭掉進河裡，遇到赫密士而獲得這把銀斧頭的事跡告訴商人。商人半信半疑，但還是出錢買下這把銀斧頭。樵夫拿着錢回了家，沒有注意到身後不遠處有個人影跟在他後面。路過河邊時，他對着河水跪拜起來，嘴裡念着：“感謝赫密士大人，我一定會好好運用這些錢財。”一連幾天，商人都在附近觀察樵夫的一舉一動。只見樵夫還是每天帶着他那把鐵斧頭出門砍樹，並沒有任何異狀。商人又回到村裡，到處打聽樵夫的為人，聽到村民都給他非常好的評價，他便漸漸相信樵夫說的話。這天晚上，在燭光映照下，他看着那把銀斧頭，決定親自試試看。他心想，反正最多就是損失一把鐵斧頭。隔天，商人買了一把鐵斧頭，把自己打扮成樵夫的模樣，帶着鐵斧頭來到樵夫家對岸。他先是笨拙地砍了幾下樹，鐵斧頭脫手飛入河裡。商人跳下水，試着找尋鐵斧頭，但一無所獲。他坐在河邊，假意痛哭。這時，一道模糊的身影在河面上逐漸凝實。
他對着商人說：“我是赫密士，你為什麼哭？”商人被突然現身的赫密士嚇了一大跳，心臟蹦蹦跳，心想：樵夫說的話居然是真的。商人趕緊跪下說：“赫密士大人，我的斧頭掉到河裡。”赫密士點點頭，使用法力捲起河水，一把鐵斧頭落在他手上。他問商人：“這把鐵斧頭是你的嗎？”商人立刻回道：“是的，這正是我的斧頭。”赫密士微笑道：“這把斧頭就還給你吧。”商人接過鐵斧頭，赫密士的身影漸漸虛化。他急切地說道：“赫密士大人，我的銀斧頭呢？”赫密士只是看着商人手上那把鐵斧頭，露出一抹燦爛微笑。商人只能懊惱地抱着鐵斧頭坐在地上，看着河水。